好，那么现在开始了哈。今天呢，521是世界茶日，也叫国际茶日啊。然后我们趁着这个疫情啊，不能出门，然后就临时起意，然后前一天，然后才想到要搞一个网上的一个云端的一个茶会了。我们很荣幸的能够请到茶艺协会会长刘启光先生，会长为我们讲2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哈，我就向我们的茶协所有的茶友们请安。那么我们茶友们好啊。那首先呢，就讲一下我们茶协吉隆坡茶艺协会呢，从这个创会到现在也已经超过了20年。我们的会员制呢就是还是目前保持着一个终身会员的一个制度，就是说我们给了一次终身会费，也还没有征收任何年费的我们主要的就是说认识如何把一款茶用适当的这个茶具来把这款茶给泡好。那马来西亚呢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社会那么这边喝茶的人也是多元。这边的人呢，相对的我个人是感觉到呢，对茶还是蛮热衷的只是呢，这个喝茶人尤其是早年我们祖辈或者父辈的几十年来都大部分的人都不太讲究就是几乎每个人都会喝茶，但是每个人都很青菜，那本地话叫青菜。就是大壶泡的还是一般上都在有一些呢，那个工地的都有提供这个6宝茶的这个给那个工人呢来装去工作的时候喝当时呢有提供6宝茶的这个工地那个工友会比较喜欢在那边做工的当时的情况都是这样所以马来西亚呢就造就了一个喝茶的一个也酝酿了这些喝茶的一些文化和本地化的一些特色。那我们茶艺协会呢，主要的还是刚才说了我们如何把茶泡好，再来的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茶再提升到一个迈向这个茶艺的一个境界。当然了，茶艺的话也有讲到说，我们的这个空间这个茶席我们之前的也有搞过了2。那么再来的就是呢，我们也有认识这个各种的这个茶类，然后呢也有做过这个交流分享的包括收藏的再来的话呢，我们也有拜访过这个去了云南这个茶山做了拜访。那么我们茶艺协会呢，主要的还是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平台呢让所有的这个茶人聚在一起，大家交换意见。那目前呢，由于这个疫情的一个情况尤其在这几天都说应该是看涨很可惜的不是股市是那个人数看涨所以呢，我们茶协在这2年这差不多1年多了都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就是我们尽量呢把那个不必要的那种聚会我们都去掉。我们只办了一个上1年的那个大会，正巧那个时候的疫情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就办了1年度的大会。那还有呢，在网络上我们也有我们的秘书和一些理事呢也帮忙的办过一些网络的活动，好像今天我们2位帅哥也在这边办这个交流会。其实我个人还是蛮期许说如果疫情还没有改善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话我希望我们2位帅哥继续的带领着大家来在不同的主题这个带出一些不同的主题预告的，那么让我们茶友的能够在这个网站这边来聚会的。好，那我也够长气的了那因为太久没跟人这个多说话大家都是一样大家这个世界茶日我们多喝茶，喝茶肯定这个有保健功效。好，把这个场交回给我们的2位帅哥，谢谢。好的，茶协目前活跃的会员其实大概有多少会长？
茶协目前包括我们呢也有一些海外的那个茶人达人那么有一些甚至不是重要人物的他们也高兴的就加入了，但是呢我们章程的限制，我们只能够就是他们属于是一个叫做附属会员了那么我们总共的数目字呢也靠近500了，有500，我们的这个员靠近500。哇，当500人然后齐聚的话，应该场面非常的虚汗非常壮观。一般上呢，就还是有部分的人来参与活动啦，不同的活动，不同的人这个来参与了你说50-60人、70-80人的话，我们也搞过这样子的活动，也还是蛮热闹的。今年不是办了一个茶席比赛，可是也是蛮有意思的。其实之前我们有录过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呢就是提起了当年12年前我们办的那一场那个茶席的活动，茶席的一个比赛。这个去年好像也是茶艺协会对，去年茶艺协会也就搞了一个茶席比赛。对上一次就是在南城哇，都距离很多年了很多年了。这比赛这样难进行主要是没有人推动啦。说难不难的，文化上这比赛这种东西，它为什么也会跟着断呢？它是建立在什么情况？推动的人跟响应的人就是当你办一个活动，你希望有人来参加嘛，可是你办了过后，然后寥寥无几，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嘛。然后其实这么多年来啦，因为我是 on and off。在参与嘛，你就是全情投入嘛。那这样你本身的观察呢？这样多年的一个茶协也好，茶界的一个活动也好，大家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氛围去办活动参与的那个程度又怎样首先我在茶协的理事会也超过了10年。之前的我前任的离开我们的这个王会长我在他的领导也超过10年了。那其实呢，茶协一直以来每一年呢都平均有包括一些我们茶协受邀的一些活动，各类的这个茶的这个文化的和茶的招商或者茶的分享会2次好像是最多到3次，一年有3次的这个大型茶展。所以呢，我们一年下来搞的参与的活动了大概都10多20多个活动了。然后呢，我们茶协呢本身的资源是非常缺乏的，就要什么没有什么的，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呢，一般上我们也叫做没有太大的资源来去自己呢办一些大型的活动。会长，刚才你提到嘛，茶协要什么没有什么嘛，可是我觉得人才是很多。茶协是很多人才那么具体上你们需要的，其实办活动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呢？直接的就是钱拨款，还是茶具场地等等其实呢，场地呢在目前我们感谢这个海鸥的2位负责人这个陈凯西老先生和陈景刚先生允许我们在那边用那边的那个资源他的这个茶城不给便当茶城的资源，让我们借用一间作为秘书处，还允许我们呢在他的空间办活动那个非盈利的活动都没有收费的，所以这个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海鸥的这个领导我们呢也做了茶壶的迷你展这个茶的品饮会茶艺界的或者说茶商的达人到访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聚会的一年10多到20多场的活动，一直到刚刚落幕的茶席比赛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水平的提升只是我们茶艺协会在马来西亚呢都说了我们资源还是蛮缺乏所以我们在带动方面还是有待改进了，应该是这样说了。那场地呢我们是有的，其实我们比较缺乏的反而是理事这个时间能够去搞活动的这个时间不能够搞更多的活动，应该是这样说。有10多到20多个活动在一年也算是忙的。好像茶展这样子我们也给予一个摊来去推广这个茶艺嘛那么全部都是要筹备的要筹备。
那理事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意或者是工作啊，所以呢，我们呢要多办的那些活动，除非我们有更多一点的有心的年轻人啊，这个达人来去把这些给带出来了，应该是这样。这个给陈杰看一下，陈杰。哎呦，永乐园的哦。2005啊，看到没有？这个要给张老师看一下。这个很好喝诶，要给张老师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感觉啊，哇，当时普遍的茶大概10来20块嘛，我们就用了2倍的价钱，来买这个熟茶，因为张老师说这个茶是张老师进来了，张老师是亲自去定制的。OK， 大家都在聊。哎，张老师好。张老师，看看张老师有什么反应？闻不到味道不了。啊，应该是看得到了啊。这个应该看到了，只不过他在弄这声音吧。啊 ，Simon 啊 ，Simon，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嘛？介绍我自己啊？啊，对呀。大家好啊，我是 Simon， 我是姓陈的哈，我是加入吉隆坡茶艺协会都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是吉隆坡茶艺协会做副秘书，今天也是很开心哈，记得来大家就是又一起在泡茶哦，在这个网上一起在泡茶。刚才会长也讲了嘛，就是说希望茶协有会员可以主动的、积极的去带动一些活动嘛。有什么样的类型的活动，你其实想了很久想办，然后可是又不好意思啊。没有不好意思啦，然后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爆发力就是我们也是很难做一些活动。啊，对，我的意思是过后啊，过后，我相信总会有一天过去嘛。我自己更加是想了解多一点茶嘛，就是说有一些活动可以更加喝免费茶就是有人供应的茶，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 testing 的话，我们说过的 blind testing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嘛。blind testing 啊，盲测啊，盲测啊，就是蒙着眼睛，然后不知道自己喝的是哪一款茶啊？对，但是用我们的嘴巴来试啊，我们舌头啊，好，这个也是很有兴趣的啊。因为通常我们在家里就是喝回我们自己的茶吧啊，家里出去其他人他有其他的更好的茶，我们还没有试过，我们不会对他有一个 bias 啊，有一个比较中立了。我们说不要看包装纸啊，我们就是喝茶。好的茶就是喝得出来。马来西亚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懂茶的也爱茶的人嘛，包括一些茶店的这个主事，好像张老师这样他是一直以来就是我的直觉也告诉我他这个是非常认真的一个茶人嘛。生意归生意，但是呢，对茶他是非常认真，所以当时呢报出来的价钱就是比普通的要高1倍的我还是买了相当，所以今天呢这些就可以有故事了，我们说的对，我从开始认真的认识普洱茶2000年了，到现在呢就是第21个年头了，21个年头了，所以时间转眼的就过了，但是呢，也就是这些时间就告诉了我们，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买了茶和茶具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好东西是不是如那个说明这样子的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好像这样子的一些茶人或者说茶店我们茶艺协会是非常想帮忙去推广好像之前我看到邝先生去做拜访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可能往后还不能够完全的开放都好那么在人数不多的去做拜访
因为反正他店现在呢也没有太多的人要接待，哪怕是稍微开放都好哦，我们还是能够去茶店呐、对不对？还是对，我也是那个时候才去拜访的，就是帮我们茶友会友啊带路啊，可以这样子说。终于有声音了。当时比普通的好像是要2倍的价钱哦，我的直觉告诉我要买，所以当时也买了不少吧。现在我可以告诉张老师，这个是超值啊！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是你找得到吗？这种茶，陈杰其实可能还不知道，原来张老师是我们的创会元老啊。想问我们张老师看看张老师有什么高见。